今天有一个北京的粉丝朋友来吃饭哈，整了一瓶将进老白搁这招待他。菜是买了很多，但是煮不了了，因为都是今天早上才跟我说的嘛。现在都买菜回来都已经快10点钟了。我们先把它拿出来看看煮哪些菜。这里打整了一只土鸡，用来做口水鸡。这里口水鸡和回锅肉的肉已经煮起了，菜已经全部安排出来了。因为是北京的朋友嘛，可能对辣的程度不是很能接受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哈，所以就安排了几个比较简单并且具有川味特色的代表吧。一个蒜头回锅，一个口水土鸡，还有一个我们资中的特产大三鲶鱼，还有一个凉拌肺片，凉拌肺片是现成的，再煮一个化肉汤。还要再炒一个素菜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因为时间确实太赶了，2个小时要做6个菜。做花肉我选用的这个瘦肉，先逆着纹路切成片，厚薄一点都可以，这个就不是很讲究了。花肉是非常具有四川农家特色的一道代表菜。这个鲶鱼年轻的老板娘已经给我打整干净了。下面我们把它宰成大小均匀的丁就可以了。现在鲶鱼价钱特别相应，只要12块钱一斤，过年的时候16块钱一斤。来上一点姜葱、胡椒、盐巴、高度白酒、马钻，先给它腌制起来。因为鲶鱼的话，腥味会稍微重一点。所以用的高度白酒，还买了一点本地的土黄鳝，从背部上花刀上入骨头，再宰成段，有几根鱼圈直接宰成段，煮好的这个坐墩肉切成片。这个准备工作还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，越慌越乱，所以说菜做的多的时候不要慌。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汤和这个烧菜要先烧起，炒菜放到最后。现在已经11点了，我们先把黄鳝鱼圈炒起。黄鳝鱼圈烧子姜、莴笋加上味的。现在烧油，把那个鲶鱼过一下油。过油之前记得码点红薯淀粉哦。油温度趁热，下入这个鲶鱼过一下油。过油的话，主要是让它吃起来表皮糯糯的，里面更加的鲜嫩。还有一个就是煮的时候不容易煮烂。现在来把口水鸡的味汁调起，蒜末里面加入鸡汤、糖、酱油、陈醋、鸡精、香油、花椒油，这样子调转的就可以了。鸡肉已经宰好，装好盘，给它淋上去。最后香辣红油来上个3勺。第一道菜就已经搞好了，看起来是不是食欲满满呢？现在把花肉做起，调好味道，一片一片的丢下去哈。如果一坨一坨下去的话，它煮出来也会是一坨一坨的。还有一点，做花肉我们要记住，一定要4开飞开的状态下去，保持小火，先让它定型。大火一煮，全部都混汤了，全部下锅定型，给它轻轻的勾一下，防止粘到锅边，煮起就可以了。今天这里有点乱哈，因为做的菜比较多嘛，我们等一点再来收拾。来一点菜籽油，再来上一点新能源的猪油。炖鱼的话，用混合油炖出来会好吃很多。姜葱蒜泡辣椒，再来点四川豆瓣儿。用啤酒烧，炖起。鱼先让它烧起，这个鱼圈的黄鳝也烧来差不多了。子姜和莴笋下剂，再烧1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看起来是不是满满都是食欲？第2个菜出锅喽，漂不漂亮？你们说？气质这一块拿捏的妥妥的。鱼烧的差不多了，来上一点香油和花椒油，活转的也可以出锅喽。菜慢慢的全部都要好了，
烧这个鱼一定要用小火烧，不是大火豆腐小火鱼吗？充分安排上，再给它画蛇添足一下，效果就出来了，香啊！花肉汤也出锅喽。这个汤是我们刚才煮了鸡肉的鸡汤，性感的冲发少不了。这个是夫妻肺片买的现成的，这里20块钱的。紫姜莴笋烧鱼圈黄鳝，家常味的。蒜头紫姜回锅肉也是川味家常味，非常具有代表的一道菜。川味口水鸡，红油味的，也是非常具有川菜的一道代表菜。这个大蒜鲢鱼是我们内江这边的代表菜，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安逸。这个是滑肉汤，四川最具农家的一道代表菜，寒暄味的。这个菜全部都做好了哈，过来拍呀，我们一起拍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菜全部都做好，大家觉得好不好吃？反正看颜色的话，应该是可以，因为我自己做的，我晓得肯定好吃，你们就猜猜看好不好吃。还有一个，就是5个人，这录锅菜会不会有点少？你们不要不好意思吧？你们看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不少啊。我其实本来还要弄一个那个热味鸡的，但是确实今天太忙了，忙不过来了，因为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嘛。我买好菜回来都快到10点钟了，还是整了这几个菜出来。这些菜里面大家最喜欢吃哪一个菜呢？反正我是最喜欢，全部都喜欢，因为全部都是我们爱吃的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因为这几个朋友他们不好意思出镜嘛。如果我再坐在这里聊一会儿的话，这个菜就全部都冷了，等一下都没办法吃了。好了，我们就端上桌吃饭了。还没有给想念点赞的朋友，记得把赞点上，顺便评个论，收一下藏。这些菜真的看起来太巴适了，以后家里面来客人就做这些菜就可以了。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春天就是一个吃野菜的季节，这种野菜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哈？在我们这里以前山上很多，现在呢都比较少了。这个菜的名字在我们这里叫马屎汉，这一把是3块钱。先把它这一下，再来清洗。每年春天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会做个2到3次这个马屎汉吃，口感还是不错的，微微的带点酸酸的、滑滑的。这种野菜的话，就是时令的，过了这个季节你就吃不到了，就没有了，它就老了。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大家还有没有在穿秋裤？因为这个天气变化真的太怪了，刚把秋裤换了呢，天气又凉快了，穿上呢又热了，真的太难了。你们不要笑我哈，我没有说我穿没有。全部煨好后放入清水中，反复的给它漂洗几次，这样才能清洗干净。准备点大蒜籽和小美辣，用祖传的宝刀先配一下，再剁碎。小美辣也切一下之后炸碎。和蒜末放到一起。再来准备一点干辣椒、干花椒。今天这个马屎汉我们做凉拌的，所以锅里面水开过后，下入马屎汉先焯水，保证成熟。来1勺盐，2滴植物油，加入油盐是让它焯出来更加鲜亮，并且还可以减少维生素流失。有很多新来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老是穿着西装炒菜，其实大家看一下嘛，我这个西装的话只是休闲西装。又不是那种去讨老婆那种很正式的西装，因为我平时也喜欢这样子穿嘛，就习惯了。焯开后用漏瓢把它漏出来，放入冷开水中快速的透凉，这样子才能够保证这个马屎汉它不发黄。控好水分后倒入大盆中，把小美辣和蒜末放上去，锅内烧一点油，4成油温下入干辣椒和干花椒。全部炝香炝服过后，用漏勺把它们渣子打掉，继续把油温升高，炝在这个蒜末和小米辣上，再调一点谷氨酸钠、糖、盐、
生抽酱油，因为这个麻石汉本来就带点酸味，所以就不放醋了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看起来就有点有食欲哦，太爽了。这种菜就要给它拌来辣一点，蒜香味浓郁点，才够开胃嘛。这个麻石汉也可以用来做热炒的，比如麻石汉炒鸡蛋，蒜蓉炝炒麻石汉。它的学名好像叫马齿苋，大家觉得它的学名叫什么？是不是这个马齿苋呢？看起来就有点安逸哦。这个做法呢也适合其他的蔬菜，非常好吃的凉拌马齿汉就做好了。榛子做出来细嫩又爽滑，蒜香味浓郁，带着微微的辣味，吃起来开胃下饭又爽口。做法呢也是超级简单，春天不可多得的一道好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，一个剩菜，一个马齿汉，辣不辣？不辣，我放很多小梅辣，没感觉。有点辣，哇，回味好辣，你发现没有？你肯定是不喜欢吃这个菜，你就放小米辣，然后就找个借口说，哎呀太辣了，吃不下，然后就让这个马齿汉背锅。这种菜要放点辣椒好吃一点。玄椒、蒜末，好辣。只要不吃这个小美辣蓉就好辣，就没关系。你看我，少吃点辣椒的，有点那种酸酸的，然后滑滑的感这觉。特好吃。蔬菜嘛，这样子吃不出这个马齿汉的味道，是吧？就有个蒜蓉辣味了。马齿汉本来就没什么味道，还多嫩感。这个一般长在毛丝边上，毛丝边上很多。它土里面还不是多。再干一碗，加油，各位看人，点个赞，加油！加油！